我们准备出发了，八通关古道第3天，第3天就是走日本时代所开的路。我们第1天跟第2天都是清朝开的路，出发吧，上肩。第3天清早，我们离开了大水窟山屋，继续今天的旅程。今天是我们八通关古道第3天，往八通关古道东段，请往这边走。昨晚我们在大水窟山屋包栋，我们的山友同伴都非常的开心。接上往托马斯的里程牌 9K， 又接上了东段的路径了。我们顺着东段的路线往玉里的方向出发吧。我们可以看到东段这条路径，路基大部分已经还给了大自然。这条八通关东段的路径宽大概应该有1公尺左右，或1.5公尺。它的路径是相当的宽的。日本人开这条道路也是非常的用心，只不过我们没在维护这条古道，就整个还给大自然了，是相当可惜的。我们来到了大水窟住宅所，走进大水窟住宅所，感受一下以前在这里驻守的日本警察的辛劳。这里占地蛮广阔的，四周围都有驳坎围起来。右侧这边还有以前的，可能是要做观景台之类的木板啊，不过都倾倒了。耶！越过高山草原后，我们进入铁山林巷区。铁山林巷区这段古道也是蛮幽静自然的。从大水窟往托马斯住宅所这段古道都是一路下坡，我们大概要下降1000公尺左右。古道是有点微微下降的。路径也算还好，只是有些地方算是年久没人走过，倒木也蛮多的，行走时请务必小心。
我们来到这里就是米亚桑住宅所，这有一个里程牌，左边往米亚桑住宅所，直行就是往托马斯。我们要在米亚桑住宅所休息一下。哎，嘛不行介紧啊，2点钟那才行，3点多 K 而已。对啊，下坡这样子算很慢。米亚桑住宅所这里占地非常的宽广，这里还有可能以前人家来这里修筑古道或者是工作搭起的帆布，这里可能也是他们帆布工寮休息的地方。来到这个位置，记得左下切。我们要去另外一处住宅所，从这里下重装，从这里右上。这个住宅所的名称叫做马沙布住宅所。从这里上去。去找啦，找无物件啊。哦，恁找过啊？我袂瘾去。等等，哇，这生偌大个呢，都有几丛啊树哦，你找无，唔甘愿，哦，这凉去。现在我们来到的是马沙布住宅所。这里有以前的旧酒罐，是日本时代所留下来的旧酒瓶。这里一个平台，从马沙布住宅所走过来后，路径就比较差了，有些古道路段应该是流失了，现在走的大概都是腰绕小径，又接回古道了。我们来到萨萨拉比住宅所。等下我们会去看萨萨拉比住宅所。萨萨拉比住宅所这里，我们还可以看到它有铁丝网组成的围篱。在这参天的古木之下，这里就是昔日的萨萨拉比住宅所。萨萨拉比住宅所的腹地也是蛮大的。残存的围墙诉说着古早的历史。我们要去萨萨拉比山，那里有一个森林三角点，好像都没有人找过，我们来去探访一下。它登山口在这棵枯木的后方，从这里沿林上去，来到这处块木右上。切上连线，
往萨萨拉比山的山径虽然原始，但是蛮漂亮的。萨萨拉比山的山顶是一座蛮干净的山头，很漂亮。我们抵达萨萨拉比山。我们乔大正努力把它挖出来，感谢他造福山友。我们露露哥要写牌子。萨萨拉比山的山顶还蛮漂亮的。我们阿明姐姐说这里好像有人开垦过。哇，它整个连线很干净，哦，超干净的。我们三宝路在为基石化妆，这是一个非常令人感动的动作，这只有前辈才会做，才会干这种事。很令人钦佩的前辈。我们乔大说他是国宝嘞，国宝嘞。谢谢乔大。喜欢起来了。我早起买起来的。哦，摸到了3天第一次开湖，爬了3天，终于摸到了第一颗沙呀！哦，之后就会一直摸了。我们回到了萨萨拉比山的登山口，也就是萨萨拉比住宅所。我们离开住宅所，续行古道。从萨萨拉比住宅所走过来之后的古道，沿途可见参天巨木。又来到了一处崩塌点，来到这处小溪活水源，过溪之后沿林上切回古道。我们刚从这里上来，拉着铁链上来，后会接上古道，再沿古道续行。我们又来到新一处的崩塌地形，这处崩塌地形好像是新的。这处新的封闭也是蛮危险的，不好通过。我们的目的地在这里，这处封闭，我是从大概这个位置横渡过来，循着山枪的大便慢慢横切过来的。横切过来之后，就接上了古道。这里可以看到左侧这里有一颗红块。这个地方竟然有黑色水管，然后这里看到2个绿色水桶，不晓得有没有水，我来看一下。都没有水啊，另外一个再看一下，这里只有一点点水，不过都很脏。从绿色大水桶走下来后，可以看到拥有100年历史的铁线围栏杆啊，这里有一整排的栏杆，铁线栏杆，这些栏杆拥有100年的历史。我们走下来之后，会来到托马斯住宅所，左边这条过去往托马斯住宅所。这里有里程牌，
现在我们看到了，这里就是托马斯住宅所，这里占地非常的广大。托马斯住宅所的规模相当的大。我们现在看到的，它这个应该是中间这一层的石柏坎。好了，我们从那个托马斯住宅所走过来之后，我们要续行古道。现在我们行走的这段古道都是阔叶林相，干净而宽大。跟刚才的危险地形差很多。现在我们准备往达芬溪下到溪谷后，先往左下。之后依国家公园的路条，沿这个方向过去。从这里下来过溪之后，它的上切点在这里。这里有一棵树木，还有一颗石头，还有绑路条。在达芬溪的西边，这里有一个。我们就来到一个溪谷崩塌地形这里，古道在这里，我们要过去那边。下来之后，依三宝路的方向行走。过溪后，沿着这个堤防上去。走过去就可以看到路条了，路条在这里。现在我们要前往义西拉山，大概大分10K 走过来一点点之后，由这里右上切往林线，直线大概200公尺，爬升100。快抵达那个山顶了，加油！现在我们来到了是义西拉山的点位置，这里是蛮平坦的，可是我们找不到山治森林三角点，我们找不到就原路回去了。再顺林回登山口，我们回到了登山口了，带着失望的面孔。回到了登山口，离开义西拉登山口后，我们再沿着古道续行。这边的古道也是路况不是很好。现在我们来到了义西拉吊桥，吊桥有新旧2座，左侧这里是新的，右侧是旧的，旧的禁止通行。
这里有一个纪念碑。这里是往伊西拉住宅所的最后水源。我们在这里取了水，每个人又背5公斤啊！我们要去伊西拉了，加油！剩没有多少路了。我们有看到右侧这里有很多博坎遗迹，可能快要抵达伊西拉住宅所了。我们抵达伊西拉住宅所。我们爬上伊西拉住宅所上方，我们今天要在这里扎营。这是我们住宿的伊西拉营地，也就是住宅所。这个有经过林务局认证2号帐的，这是我们三宝路前辈的营帐。这个就是我们乔大的。他正在擦锅子，等一下要睡觉喽。这一顶就是我们阿明姐的，这个是我的。我们今天就住在这个温暖的小营地。今天晚上我们住伊西拉住宅所，我晚上煮了1锅饭，还有1锅泡面。今天我们从大水库走下来后，本来想要住托马斯住宅所，来到住宅所之后，感觉时间还蛮早的，所以我们就再续行，来到了伊西拉住宅所住宿。它东段这一段从大水库到伊西拉走起来不是很好走。乔大建议要来走的人要审慎评估自己的体能，还有过地形的能力，因为我们今天走的时候经过了蛮多的崩塌地形，它这边的路径其实不是很好，算是年久失修了。